新加坡这个全球闻名的都市国家，以其繁华的景象、先进的技术以及国际化的生活方式，吸引无数观光客。但很少有人会想到，这样一块仅714平方公里的小国，不仅是经济奇迹的代表，更是一座多元文化与种族和谐的桥梁。想象一下，4大种族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和其他族群生活在同一个社区，使用不同语言，却彼此尊重，相互合作，共同繁荣。这种和谐绝非偶然，而是努力经营的结果。这种被称为新加坡模式的社会奇迹，究竟是如何诞生的？从街头小贩美食的文化交融，到地铁广播中4国语言的日常播报，这种多元文化已经成为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方式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份和谐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。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和平共处，其实是历史教训与不断努力的结晶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向这份和谐背后的深处，揭开新加坡模式的神秘面纱。我们时常在和平的日子里忘记了暴力的代价。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历程其实深深刻印着1964年7月21日的阴影。在这一年的7月，那段悲痛欲绝的画面不仅揭示了多元社会的潜在脆弱，也成为这个国家必须铭记的一刻。回到1964年，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。由于种族间的误解、政治不信任，甚至刻板印象，冲突在不知不觉中酝酿。最终，这场突如其来的种族暴动导致了36人死亡，超过500人受伤，大量财产损失更是无从计算。皮肤的颜色、宗教的不同，直接在街头引发了血腥冲突。那一刻，人们突然意识到，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多元文化，所有的和平与繁荣将瞬间土崩瓦解。正因如此，种族融洽成了新加坡社会的基石之一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会将每年的7月21日设立为种族和谐日，提醒每一位新加坡人，和谐并非从天而降的恩赐，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守护的宝贵财富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看看新加坡是如何从历史的悲剧中汲取经验，将教育与行动变成通向和谐的桥梁。跟着我们继续往下走吧。种族和谐的课程从哪里开始？答案很简单，从孩子开始。正因为教育拥有改变未来的潜力，新加坡从上世纪90年代起，开始将种族和谐教育正式纳入学校课程，并推出国民教育。每年的7月21日，种族和谐日活动在新加坡的每所学校开展，学生们以独特、有意义的方式加深对种族多样性的理解。比如，在一所小学，有学生学习制作马来传统糕点 Andang， 另一边的孩子则尝试用沙粒装饰教室，还有人学习印度舞蹈，或互相教授华人的剪纸艺术。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，学生不仅学会了彼此尊重，还真正成为了和谐社会的种子。更有一些学校将最佳传统服装班级评选作为亮点，进一步培养学生群体认同的意识。看，他们的笑脸似乎说明了一切。当然，种族和谐日不仅仅是一场盛大的校园活动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创造了一种人人参与的生活态度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走出课堂，看看它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体现出来的吧。在新加坡，种族和谐并非只存在于仪式和节日之中，而是深入到每个人生活的细节、习惯中。你可能听到地铁广播用4种语言提醒请勿倚靠车门，也可能看到一份政府公告用马来文、坦米尔文、中文和英文同时发布。你还会发现，每个住宅区附近的宗教设施，无论是马来清真寺、印度庙还是教堂，都无缝融入城市规划中。这样的包容设计不仅提供便利，更是象征了新加坡的多元精神。节日期间，这种和谐更显得动人心弦。有人家会邀请朋友一起共享春节的年夜饭，马来同事会在开斋节期间端出传统佳肴款待同事，而屠妖节那天，无论是商场的彩灯还是人们的微笑，都融入了浓浓的庆祝氛围。一位华族居民提到，我的马来邻居每到开斋节都会给我送节庆美食，而我春节时也邀请他们家一起来吃团圆饭。我们彼此已经成为了家人般的存在。唯有包容和理解，
才能让多元文化成为我们的优势，而不是问题。这是新加坡模式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。然而，种族和谐并非一劳永逸。随着社交媒体兴起和全球化的加速，人们的价值观正在不断被冲击。新加坡正通过各种创新形式，积极培养新一代的种族包容精神。今年的全国种族与宗教和谐调查显示，有超过 94% 的新加坡人认为多元文化是国家的重要支柱。然而，也有约 20% 的年轻人反映，社交媒体上的某些言论容易加剧族群隔阂。因此，从线上到线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持续努力，守护这份和谐。如果你也有与朋友、邻居的和谐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。不要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更多人了解这份新加坡的珍贵文化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